王小五究竟是什么天选倒霉熊，半生都在失去，失去又失去。都知道长安起源认养了小五，为表诚意给他送了辆敞篷跑车，这可把小五和莽妞妞高兴的不行。每天一出门，母子俩就争抢跑车。然而敞篷跑车的热乎劲还没过去，就因木头泡水出现变形而返厂维修。可莽小五对此事毫不知情，兴冲冲出来玩，看到光秃秃的场地，惊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我的个老天奶车呢？那么大一个车呢？越想越悲愤的小五哭得稀里哗啦，一整天都趴在木架上郁郁寡欢。如果一定要失去，那我宁愿从未拥有。就是说，金主爸爸赶紧加把劲维修，不然真怕这小子看破红尘与世无争了。身为熊猫圈无产主义接班熊，小五这前半生算是一直在失去。先前亲妈粉送来熊猫界独一份的大飞机，最年轻机长小五每天都开出去兜风。然而夏天天气太热，塑料飞机也被晒得很烫。馆长怕这小子的熊腚烫成红彤彤的猴屁股，于是趁他还没出外场，偷偷把飞机扛走了。可小五不懂得馆长的良苦用心，发现飞机凭空消失后，一整个伤心欲绝，还因画面太好笑贡献出了表情包。此外，更让他扎心的是墩墩奶爸的离开，因为对方的亲闺女好奇女侠相亲回家了，墩墩奶爸卷着铺盖喜滋滋的回到上馆，全然忘记还有个一手带大的粘人精，正翘首以盼等着自己抱着上下班。或许这就是白月光熊熊的杀伤力吧。都知道小五从小内卷，但就是不会爬树，因此没少被急性子的莽妞妞嫌弃不中用。小五痛定思痛，努力配合老妈制定的任务，终于在某天中午征服了一棵参天大树。可由于这棵苗上戳眼睛下扎熊腚，墩墩奶爸就把他唯一能爬的树给砍了。对此小五痛哭，熊家难道就不能拥有一点自己的固定资产吗？此后小五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里，不仅要练习爬树，还要当老妈的熊型靠枕。莽妞妞甚至会觉得好呆儿走路慢而催他，搞得小五都不会走路了，一个劲儿蹦跶。等到小五好不容易爬上真正的大树后，这小子激动的扒拉莽仔让他验收成果，结果莽妞妞一把子把显眼包薅了下来，让你爬时不爬，没让你爬偏爬下来吧。不得不感叹小五这一生真是如履薄冰，完全可以写一部倒霉熊自传了。西直门长公主又开吃播了，蓬蓬脸炸毛耳的丫丫有多可爱？只见她坐在放满竹子的木架上，晒着太阳，享用奶爸准备好的零食。可以看到丫丫的身材已经横向发展，大口咀嚼笋笋时像宝宝熊一样可爱。意犹未尽的长公主随手拿起竹竿丰茸，都快塞嘴里了，才发现这玩意不能吃。随后丫丫扬起奶乎乎的蓬蓬脸看向镜头，内心 OS 熊熊要用美貌征服世界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长公主有多幸福。现在的她不仅有绿草如茵的小家，还有真心疼爱自己的奶爸奶妈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看人脸色。都知道丫丫刚回北洞时不舍得剥笋皮，奶爸奶妈为了让她放下心来大口干饭，不仅剥去笋皮，还用竹子把外场铺成绿色海洋，营养窝头、胡萝卜、苹果等零食也统统安排上，完全把长公主当成了亲生孩子照顾。丫丫破碎的灵魂被爱逐渐治愈，每天都沐浴着温暖阳光，享用家乡菜，很快就从小 V 脸吃到大圆脸，还一改往日节俭习惯，学会了挑食。第一次吃到胡萝卜时感觉是熊煎美味，后来吃到腻后就直接假装手滑扔到地上，并且胖胖鸡腿笋只吃嫩心，火箭笋丢掉屁屁。没加蜂蜜的窝头吃几口就皱起了眉头，心里犯嘀咕，家里是被自己吃破产了吗？想吃就吃，不想吃也不勉强自己，这才是我们长公主该有的奢华和排面。此外，丫丫还逐渐展现出活泼的一面。当坐上大红王座却差点翻车时，他惊的眼睛都瞪大了，苹果缺钻的邦景。而平日鲜少去碰的铁王座在落满雪后，丫丫更是化身颠猫，躺在上面使劲蹭啊蹭，并且他还身体力行的证明熊猫视力很差。当长公主不小心把长颈鹿玩具当成笋笋后，她直接送到嘴边嚼过了好一会，才发现恼羞成怒的模样，一整个萌化姨们的少女心。看到丫丫返老还童，活泼如妙龄少女，真的要感谢北洞的奶爸奶妈们天团，他们把每只滚滚都当成亲生孩子照顾。都知道谷谷其实比丫丫年龄还大，但因为她一直生活在北洞，备受呵护，外表比如今的长公主还要奶乎乎的。步入退休生活后更是巴适的很，每天睡醒了吃，吃饱了睡，还不用担心再来个4站2脚兽。谷谷表示这神仙日子简直美滋滋，相信这才是我们国宝该有的生活状态。希望所有熊猫都能快快乐乐、健康无忧。尾随辱骂中心熊猫专家，故意倒地误导不知情公众，不良游客究竟有多过分？近日有人员在都江堰及神树坪基地传播熊猫被虐待等不实信息，并在遭到保安驱赶时故意倒地碰瓷。还有人现场联系媒体和境外自媒体，只为抹黑中心形象，甚至熊猫专家被一路尾随辱骂，造成严重的影响。只能说这些不良游客简直不可理喻，我们自己的国宝当然会自己疼。人云亦云、跟风闹事的行为不可取。先前韩国官媒 P 图造谣福宝被虐待，甚至开卡车在驻韩大使馆前维权。然而真实情况却是福宝吃成了小胖墩，和徐翔奶爸的相处更是温馨有爱。网友说福宝喜欢互动，奶爸就付诸行动，在给孩子投喂粽子时温柔地牵住他的手，并且还会给撒娇的小腹按摩后背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爸满满的爱意。都知道徐奶爸社恐，采访时紧张到闭眼，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会骄傲地夸小腹聪明，像炫耀自家孩子一样满脸宠溺。
这个猫其实还真的蛮聪明的。因为担心小福初次展出会应激，忧心忡忡的奶爸特地安慰他不要紧张。或许正是有徐奶爸亲如父女的呵护，小福展出第一天松弛感直接拉满，不仅四仰八叉的躺在木架上吃笋子，还爬到假山上展示功夫熊猫的英姿，甚至出场是翻着跟头和姨姨们见面，如此活泼机灵，哪里有被虐待的迹象？而香香回国后也出现过同样的谣言，说她迟迟没展出，其实是已经死了。结果却是香香太过社恐，适应环境较慢，在赵兰兰奶妈的精心照顾下才得以缓解。而前几天刚迎来7岁生日的香香公主，不仅有盛大的生日趴和粉丝见面会，还从当初的社恐乖乖变成了社牛挖煤熊。如此大转变，当然要归功于国内饲养员。只能说，凡是海龟小熊都在网上死过。当初小奇迹和美香妈妈分开后并不适应，可奈何网上电击实验抽水言论太多，中心只好匆匆安排展出，连名牌都没准备好，没完全适应的他毫无意外的应激了。好在有王奶爸、郎奶妈的日夜守护，我们才能看到如今袒露肚皮睡大觉，半夜调皮捣蛋拆家的小奇迹。可以说，我们国内的饲养员都是把每只熊猫当成孩子一般照顾，而那些人云亦云、跟风闹事的键盘侠实在过分。萌二就是全网最懂事的小熊吧，别的小熊催加餐都会用饭盆打碟，而萌二会乖乖拿来粉碗坐在门口等，乖巧可爱的样子让猫粉们心都化了。有次轮到徐老爷来照顾萌二，二小子玩了一圈后按时来到门口等加餐，但当时老爷正在外面接受电视台采访，久久没有得到回应的萌二并未生气，而是乖乖坐着玩冰块自娱自乐，随后干脆躺在旁边边等边哄自己睡觉。明明是尊贵的国宝，却懂事的令人心疼，并且萌二不仅不挑食，还很珍惜粮食，每次吃完笋都会拿起笋皮嗦落一下，就连难啃动的冬笋头也不舍得浪费。北冻熊猫集体嫌弃的窝窝头，萌二即便噎得直打嗝也要坚持吃完，甚至为了不浪费还用小篮子接住残渣。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二最为懂事。夏天气温高的时候，其他小熊都会内射，萌二却还硬撑着认真营业，直到动物园关门，凭借一己之力撑起整个熊猫馆。先前萌二患有螨虫眼需要治疗，涂药时他乖乖抬头，从不随意乱动。虽然做抽血体检很疼，但萌二不吼不闹。徐老爷心疼的不停给乖孙投喂红枣，完事后他才默默舔舐伤口缓解疼痛。如此乖巧的小熊真的值得猫粉的喜爱。而萌二不仅温柔对待饲养员和粉丝，还会特地给喜欢薅毛的乌鸦朋友留下食物。只见萌二把苹果分成小块再慢慢品尝，可一向勤俭节约的他却留下一块没有吃，而是转身去拿粉色王八壳里的笋，最后扒拉了一会笋皮也没有去碰苹果块，直到乌鸦突然飞过来把果叼走，游客才明白这是萌二给朋友的礼物。不得不说，真的会被二小子的暖心感动到。都知道去年萌二吃东西太急咬到了手臂，尽管很疼，但他并没有四处撒泼发脾气，甚至还强忍疼痛爬上台阶继续营业。闻讯赶来的饲养员轮流用竹笋哄他回内舍，但萌二不想让远道而来的姨姨们失望，僵持了好久才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吃笋，吃完又再次来到台阶上继续营业。不得不说，萌二懂事的太让人心疼了。徐老爷担心乖孙不方便拿吃的，于是用新鲜竹子铺满了萌二的内肠，二小子躺在竹海里随手一捞就能吃到。只能说萌二绝对值得世间一切美好，希望二小子未来熊生心想事成，健康平安。小熊精于爱有多聪明机智。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兄妹加新丰容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馆长把绳子两端绑到树上，但只打了一个结。不得不说，这完全是小瞧了我们爱姐的智商。果不其然，于爱登场后径直来到木架上，瞧了一眼绳结后满脸不屑切就这，紧接着小爱随口一咬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，怕摔下来他一个大回旋来到木架上，随后小手一拽就把绳子给扯开了。只能说于爱不该再虫洞，应该再虫大，任何复杂的难题他都能轻松解决。这天院子里的吊篮绳子打结了，当姨姨们还没看明白如何解开时，小爱已经爬上去并咬住其中一根绳子，随后借助身体的力量把绳子拽下来，就这样轻松解开了吊篮。只能说，虽然聪明的大熊猫有很多，但像于爱这么聪明的却很少。当哥哥不小心被木架卡住腿时，于爱看到后赶紧走过来查看情况，并背对着哥哥蹲下，想让他踩着自己下来，但于可挣扎了几下依旧动弹不得。随后爱爱站起身，决定换另一种方法。只见身手敏捷的他麻利地翻越木桩，站稳后双手使劲往外掰，卡住哥哥的树干，趁着空隙变大，于可赶紧把腿抽了出来。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当二馆长的小熊，于爱的聪明和责任感简直溢出屏幕。此外，爱爱还是只10数的小熊精。这天馆长给兄妹俩扔了好几根笋，眼尖的爱爱看到后赶忙飞奔下树去拿，叼起其中一根笋打算跑到木架上吃。然而于可还以为妹妹想吃独食，像块狗皮膏药似的跟在他屁股后，还把爱爱扒拉的摔了一跤。虽然于爱又急又气，但还是好心的带着哥哥去找笋，结果于可不仅没看见，还以为是在耍他，冲上去就想抢妹妹手里的笋子吃。气不打一处来的爱爱当场暴走，暴击空气的同时嘴里的笋也被甩飞了，感觉一旁的于可正在瑟瑟发抖。当外公一熊一根分好笋后，于可总是喜欢抢妹妹手里的那根，或许是觉得别熊手里的最香吧。爱爱也不着急，而是意味深长的看了哥哥一眼，
随后就从他面前的笋堆里拿了一整根，半根换整根，怎么看小爱都不吃亏。只能说不怪于可太憨憨，要怪只能怪我们二馆长智商太高。不过当于可的脚受伤食不下咽的时候，爱吃饭时特地留下一根笋没有吃，等到把地上的笋皮都搜刮一遍后，于爱叼起笋径直走到哥哥面前，把笋让给他吃。就是说如此聪明暖心的天使小熊，怎能不让姨姨们心生喜爱？只希望于爱未来熊生快乐每一天，和哥哥于可度过更多的时光。眼前用树枝搭桥企图越狱的熊猫，就是小田包北辰的亲姐姐川仔。虽说是女熊，但胆量丝毫不比男熊差。只见川仔小心翼翼地踩上独木桥，却发现树枝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，他急得来回奔跑，想找东西固定一下。最终毫无所获的川仔只能拜托两脚兽，希望他们能拽着树枝帮自己越狱。可游客却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基地电话。紧接着川仔被饲养员被收回熊舍，5名保安及园林工人赶到现场收拾残局，并拍照保留证据，回头让嫌疑爹楼阿宝报销。只能说川仔还是有些过于谨慎了，这机会要是给到萌兰，这会已经上高速了。其实川仔爬树从小就主打上的去下不来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奶爸奶妈来收猫，奶妈用小苹果引诱挂在树上的川仔，小家伙痛快地调转屁股准备下树，可由于树干上包了一圈光滑的镯子，川仔没有着力点，只能翘起脚丫寻求帮助。有眼力见的奶爸赶忙伸出胳膊让他踩，或许是奶爸的细胳膊不太好借力，川仔踩了一下后，脚又开始无处安放。奶爸看着这滑稽的一幕哈哈大笑，川仔又羞又恼，一气之下又想爬回去，还好奶爸及时反应过来抱着了他。这场收猫拉锯战才终于结束。而小田包北辰身为北川的弟弟，除了长相甜美，还有出圈作品傍身。北辰跟其他2届熊猫幼崽合班第一天，奶瘾犯了的他找到同班女同学要奶喝，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被咬得直翻白眼，喘着粗气将求助的眼神投向饲养员。奶爸赶紧出来收猫，喊北辰回家。痛得受不了的嘉欣也想起身挣脱前置，但奶瘾还没过去的北辰坚决不松口。于是合班第一天他就被迫独居了。只能说这个黑历史将伴随北辰终身。而北辰的双胞胎弟弟北霞，虽然从小就失去了一条手臂，但他爱好聊架打架，更是从没怂过。只见北霞趴在楼梯上挑衅大班长交易，并凭借强悍的战斗力硬生生将对方拽了下来。虽然他也摔倒了地上，但气势上已经赢了。交易下得赶紧跑到一旁的小木床上，越战越勇的北霞穷追不舍，冲上去就是干，3下5除2就把对方牢牢压制在了身下，最后更是英勇的把交易顶下了木床。只能说要是北霞没有缺少左手，肯定能轻轻松松称霸幼儿园。如此可爱的仔仔，网友们爱了吗？